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0，收盘价是250.2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4.77，最低价是在246.3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的上方，也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285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1倍量增。KD 值快线上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上行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短期的空头趋势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根十字线，上影线略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回档后的反弹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然后呢，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，说明我们也会看到当日这根十字线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上方遇压力之后，又出现了在日内出现了回档，然后呢又收盘在相对高的位置。那说明当日在高开盘之后，上方是有卖压的。这样的卖压呢，也促使着这个成交量是量增。所以这样一来，这根十字线，那很有可能是一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股价能否继续反弹要看在10月2日，如果是高开高走，并且收盘价站上了这根十字线的最高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，否则股价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遇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我们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在238，在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点位是收盘在232，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。那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52附近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45附近。实际在9月29日收盘价是在250.22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收盘价的点位相接近，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，这根 K 线的股价是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并且也突破了我们自己定义的上方的这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9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这样一来呢，出现了头高，也就是说瓦解了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，但是呢，并没有建立短期的多头趋势。所以说我们刚刚从 K 线也在讲，就是说这样一个十字线是上方是有卖压的，所以呢，日后我们如果股价是高开高走，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
先来看股价的上行，因为它的收盘价已经突破了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删除。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，对于10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将是258这条水平线，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它将是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258，我们在之前曾经提到过，它只是一个压力位，但是在站上258之前啊，还有一个重要标志，也就是20日均线值，还有就是这根十字线的最高。那么站上这根十字线的最高呢，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如果有卖压，日后收盘价能够站上十字线的最高，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换手成功。那在这个地方换手成功呢，再能够突破2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说站上258之后，一定是突破20日均线值了。那么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股价在回档后的反弹，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，将有希望建立短期的多头趋势，会继续向上。同时我们会看到，站上20日均线值之后啊，在这个地方又换手成功，所以这样一来是很有利于股价继续上行的。但是从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总结来看，那空头目前一定会守258，实际上这个点位将成为一个非常重的压力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就是274，对，274也是一个压力位，它是9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啊，对于10月2日来说，它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条下行趋势线，是基本是重合的。那这条下行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我们会看到股价在之前有2次触碰到这个趋势线，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如果后续股价继续反弹，我们继续要关注是否能突破它。好，第二个目标正好和趋势线在相同的点位。那然后第三个目标，我们再把这个水平线加回来，就是9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那9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如果能够站上它，那股价将会恢复自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说，证明这一波回档成功。那当然，站上它之后再向上，一定是299、300关口。好，其实啊，我们说股价，只要能够站上这个趋势线，并且能够站稳，也就是连续几个交易日，维持在这条趋势线的上方，只要突破279，从目前看，应该股价会继续反弹到300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其实我们来总结一下上方的3个目标：258、274，还有就是279。我们刚刚从分析说明可以看到，258、275和279，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这都是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目标没有变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我们把它设定在235。然后第二个目标是支撑位228，第三个目标就是212。212是股价如果出现反转向下以后的真正的目标，也就是说从9月15日以来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啊，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12。因为跌破212，我们把图缩小可以看到会出现新的底底低，上方已经有了头头低。
那只要跌破212，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当然，我们会看到，在跌破212之前啊，下方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定义的上行趋势线。那这条上行趋势线呢，其实它也是强支撑。好，那如果股价我们会看到既不向上突破，也不向下跌破呢，我们认为到12月份很有可能会继续在这两条趋势线之间进行横盘震荡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10月2日开盘之后，我们给出一个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43，是对于9月29日来说，是在这个上方运行会收高。好，那么对于10月2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50，我们调整它到250。250啊，既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整数关口，同时它也是这根十字线的中线，也就是十字线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横线。那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说，对于10月2日如果高开高走，在盘中股价一直在250上方运行，会有继续反弹。但是如果股价在10月2日是一个低开低走，或者高开盘之后不超过前高而出现了反转向下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。所以这是我们关注250的目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那由于10月2日是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，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9月份的月 K 线图。好，我们先去除辅助线，先来看 K 线。对于9月份，我们会看到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个含有实际上也是一根十字线，但是它有一定实体是有一定的宽度的。那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呢，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。对于8月份来说，这是一根吊人线。那吊人线呢，是股价下行的一个信号。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我们会看到是212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走势。但是如果能够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66，那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上。很遗憾，在9月份股价并没有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，而是出现了一根红 K， 然后上影线略长，我们会看到依然上方是有卖压的，但是它的收盘价呢是收在了5均值的上方。那这样一来，为接下来一个交易月继续上行呢奠定了一个基础。但是我们从目前的线型会看到上方有头低，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不能够超过前高，那很容易继续会出现下行。对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月的成交量是基本是量平，是略有量缩。对。那略有量缩呢，出现这样一根十字线，那么接下来一交易月如果是低开低走，尤其是在当月新生成的5均值遇到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的时候，那不排除会出现一根带量的一个下跌的 K 线，对，也就是补量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图的一个解读，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在前一个月末，我们看月 K 线图的时候，我们是给出了
收盘的目标，也就是在9月份收盘上方有可能会在273附近，下方呢有可能会在238附近。我们在9月份给的观察线是250，也就是上方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，在它的下方运行会收低，但是很凑巧，就是它的收盘价就收在了我们的观察位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9月份这根 K 线的回顾。我们再来看10月份，10月份对于周 K 线图，我们给出一个观察位，我们调整这水平线到265。265是当月新生成的5均值是在这个位置。我们关注它的位置，关注它的原因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当月是在265上方运行，是容易收高的。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尤其是开盘之后，在这个地方遇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，是很容易收低的。好，那么如果能够在这条观察线的上方运行呢，我们调整的准确一点，265。好，那么我们认为上方有可能会收在288附近，下方我们认为如果收低，很有可能会收在224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当月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股价的预测吧。对，就是说上方应该是在265到288之间，下方会在265到224之间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一个回顾，包括对10月份月 K 线图走势的一个预测。好，那么我们还要看周 K 线图，因为10月2日是新的一周的第一个交易日。好，周 K 线图我们先去除辅助线，依然先来看 K 线。在前一个交易周出现了一根实体长红 K 线之后啊，在接下来一周出现的这是一个锤子线。锤子线通常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我们会看到当周的这个收盘价是在这根实体的范围内，就是实体长红 K 线实体部分之内，对，是收高。然后呢，成交量是略有量增，或者我们说这个增量是非常小的。那出现这样一个锤子线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当然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就非常关键的，如果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55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反弹，甚至是上行。但是如果股价收在前高的下方，甚至收在这根锤子线最低的下方呢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好，我们调出辅助线，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周我们给出的观察线是在245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，是容易收高的；在它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。那我们给出的上方的目标位是在252附近，对，收盘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下方我们给的是两个位置，一个是238，一个是232。这个是我们在周中进行复盘的时候，又给出的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的这个几个目标位的回顾。那到了10月2日当周，对于周 K 线图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就是要关注这根锤子线的最高是在254这个位置，我们调整水平线。好，
那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股价收高，对于本周我们认为应该会收在265附近。好，那如果出现反转向下呢，我们下方依然保留238这条水平线，有可能会收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去除。好，这是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上方是265，下方是238。那周中我们关注前高254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对于目前9月29日这个收盘价在250.22，收盘价过前高，成交量增，并且股价是依然在5日均线值上方，那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那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是在这个地方可以5%的仓位进场，然后这个反弹我们认为获利的目标位应该是在256到258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到达这个位置是可以获利出场的，当然也可以继续持有，等待后续股价如果继续反弹或出现回档再加仓做多，对。所以这是5%的进场抢反弹。那对于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，止损位要守这根十字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说要守246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技术上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我们刚刚从分析股价上行的时候说了，那其实股价在目前的收盘价的位置，一直到上方的270，就是这个趋势线在275附近，这是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场或者加仓。那第一个空头的强压力位置就是在前高，也就是254到上方的258这个位置，这是也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。那他们的目标位就是要跌破234，甚至是下方的这条趋势线。好，那回补位呢，就是在258，这是它一个要守的位置，还有上方的这个274和279，这都是空头的要守的位置，也是他们要回补的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先来看上方的压力位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51附近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255，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57和上方的258之间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这个缺口是261到262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5到248之间。第二个支撑位是238，是9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第三个支撑是234，第四个支撑是22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10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会，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下行，那么下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如果是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1，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43，
然后收盘会收在246附近。那么如果股价最低是到达246，我们还给出一个收盘价点位是在248。对，我们会在下方的文字说明当中把这两个位置写清楚。好，这是对于下行。另外一个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我们也会给出2个点位。如果继续反弹，它将是我们刚刚说的下行还要给出条件，下行的条件是不管是哪一个点位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2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下行，收盘在245或者是248这两个位置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。如果是继续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5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4附近。对，那如果最高能够到达261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60，也就是会完成一个突破。那这样上行的2个点位，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上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